嗨，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秒杀一款限量商品，提前设闹钟守在手机旁，在小黄鱼上看到刚出的某爆款联名商品被黄牛炒到天价，却还是心痒痒想掏腰包。看到一家排长队的店，都不知道是卖啥的，就不自觉地加入了队伍。我们嘴上抱怨商家搞什么营销噱头，身体却总是很诚实的定时定点抢。从双11到618，从爱马仕到茅台，从小米到泡泡玛特。饥饿营销作为一张名牌，被这么多品牌反复打出，却次次有效，这是为什么呢？它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不同品牌的策略有什么区别？饥饿营销真的是一张万能牌吗？今天咱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老规矩啊，先点赞收藏，接下来上干货。所谓饥饿营销呢，在营销学上指的就是商品的提供者故意控制供给量，制造一种供不应求的紧俏假象，从而维持商品的高售价和高利润率。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家明明可以卖给更多人，却偏偏只拿出有限的货出来卖，把消费者的胃口吊到老高，来激发购买欲。这种理论呢并不新鲜，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古今中外早就存在。至于是谁第一个创造性的把它应用在商业营销，还真不好考证。但是呢，从历史上来看，奢侈品行业可以说是玩这个玩的最早最溜的。那几十年前，甚至是上百年前，很多奢侈品就已经知道要通过限量发行、预约制等方式来保持自己的高端形象。比如爱马仕的铂金包刚推出时，曾有长达数年的等待名单。意大利跑车法拉利很多车型呢也是限量生产，要买还得先成为品牌的好友。后来有些大众消费品牌看着这招好使，也开始推出限量产品，或者是限时抢购，来给消费者人为的制造饥饿感。前者呢有耐克在80年代推出的 Air Jordan 系列，后者有刚上市推广时的小米手机。最近超级火爆的泡泡玛特则是将两者结合。那这些案例呢，咱们后面都会详细的拆解。现在我们先来看看饥饿营销能起作用，究竟是戳中了人性的哪些弱点？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是套路，却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套牢呢？饥饿营销利用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心理机制是稀缺效应。在全球畅销书《影响力》这本书里，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就把稀缺列为6大说服原理之一，认为稀缺能激发消费者的获取欲和紧迫感。而70年代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饼干实验，则表明了同一个物品稀缺会让人对它的评价更高。当时呢，研究者要求人们对巧克力饼干的口味进行评分，那他们在一个罐子里呢放了10块饼干，在另一个罐子里放了2块同样的饼干，而每次实验的结果都是有2块饼干的罐子里的饼干，它获得的评分是更高的，即使两边的饼干一模一样。那不仅如此呢，如果2个罐子里一开始都有很多饼干，那其中一罐呢过一会儿被吃的只剩一点了，那剩下的这点饼干也会比另一罐里的饼干评分更高。一篇2022年发表的对131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了，各种稀缺策略总体上都能显著的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所以饥饿营销其实是深谙人性的。只要让顾客觉得你的东西马上要买不到了，那他下单的速度一定比平时快，还会觉得自己买到的东西更好。那第二种心理机制呢是 FOMO 心理。 FOMO 是英文 Fear of Missing Out 的简称，那指的呢就是害怕错过。饥饿营销恰恰制造了一个典型的 FOMO 场景，那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再不抢以后可能永远买不到。那这种心理压力对消费者的行为影响巨大，我们往往呢会对失去机会比获得收益更加的敏感，这在行为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简单来说，就是错过一样心仪的东西所带来的懊恼痛苦，常常比拥有后的愉悦更加强烈。因此呢，与其日后追悔莫及，不如现在赶紧抢下再说。所以很多人排队抢购时，他脑子里想的不一定是我真的需要它，而是我不要错过它。而饥饿营销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把消费者内心的 FOMO 情绪调动起来。第3种心理呢是从众与社交证明。那我们开头提到的排队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我们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当别人都在抢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很难保持淡定。那心理学上呢有个词叫从众效应，说的就是多数人的行为会形成一种暗示，影响个体的判断。前几年呢，我们经常看到刚开业的奶茶店有人排几个小时的队，刚开盘的售楼处人头攒动，有人挤着抢着去交定金。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很多都是品牌请来的托儿，但是你敢说刚开始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没有心动过吗？饥饿营销往往伴随着媒体宣传，那这些信息呢会让围观的潜在消费者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在买，就我还没买，那我是不是也该买一个？社交媒体时代，这种从众心理呢被更加的放大，都不用商家花钱去发通稿了，自有人民群众自发的晒出抢购的战果，甚至还有专门的攻略帖教你怎么抢。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消费者很难独善其身。毕竟呢，一个东西大家都说好，而自己还没有，是不是会担心自己 out 了？那与从众心理相对的呢，就是炫耀欲和优越感，这也是饥饿营销瞄准的一大人性弱点。当某款产品并不是人人都买得到的时候，那抢到的人呢就会获得一种额外的心理满足，那就是我很特别，我赢了。
那比如那些成功买到限量款球鞋的潮人呢，就会觉得自己比没买到的人更资深。拿到爱马仕铂金包的时尚达人也可以不露声色地炫耀自己的实力，开着法拉利限量超跑上街，仿佛昭示着自己是精英俱乐部的成员。这种身份认同和优越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情绪价值。人呢都有虚荣心，饥饿营销正好提供了满足虚荣的舞台。买到的人呢俱乐部加成，买不到的人在门外羡慕。可以说这套策略把产品变成了稀缺的荣誉徽章，与上面的从众者正好形成了一个闭环。那最后一个心理机制呢是赌徒效应，它是特别针对盲盒这一类随机奖励而言的，它激活的是人性当中的赌性。那研究表明了，当奖励不确定时，我们的大脑反而会比得到奖励时分泌更多的多巴胺。那泡泡玛特的盲盒呢，就巧妙地把赌博式的激励效应融入消费，偶尔抽中一次隐藏款所带来的兴奋，会强化购买行为，让人不断的投入，而即使没抽到自己想要的，也会心跳加速，期待万一下一次就中大奖呢？这种机制心理学上叫做可变比率奖励，它是已知的让个体上瘾的最强模式。除了以上这些呢，饥饿营销还会利用诸如心理账户、认知失调等等微妙的人性弱点。那需要强调的是，利用人性并不代表就是邪恶的。如果一款产品最后确实能给消费者带来价值，不管是实用价值也好，还是情绪价值也好，那么这种欲扬先抑的营销手段就无可厚非。人性的弱点本来就是拿来被利用的嘛。当然了，在实际的商业营销中，品牌并不会把这些机制一股脑的都用上，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品牌定位和消费者的画像，用单一或者组合的方式形成自己的套路。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拆解3种最常见的饥饿营销组合拳。那了解了这些套路，下次再有品牌变着法儿的让你掏钱，你就可以淡定的说，你看，这是典型的饥饿营销玩法，然后再掏钱。饥饿营销的玩法虽然花样百出，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的核心都是限制供应。但是限制了供应不一定就有需求，所以呢，不同的品牌往往还需要配合不同的策略，再加上外围的宣传造势，让需求常青。那第一种典型的组合呢，就是限量供应加上提高门槛，这是奢侈品和高端商品领域的玩法。这类品牌本身定位就高端，目标客群小众，那为了维持逼格呢，他们是宁可少卖也不滥卖，所以呢，他们普遍采用的是严控数量，同时设置高进入门槛的策略，用稀缺把商品变成升值的投资品。代表品牌就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法拉利和爱马仕。那法拉利呢，每年的产量是严格控制在7000台上下，最多也绝不会超过1万台。不管需求多么旺盛，不管全球每年有多少富豪排着队的嗷嗷待哺，人家的供应卡的是死死的。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法拉利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像恩佐、纳法尔瑞这种限量超跑，新车发布时都会提前遴选 VVVIP 客户，配额发完为止。那要成为 VVVIP， 你不得先买几辆基础款，收藏个几辆经典款，赞助个几场车友会？这种准入门槛呢，倒不仅仅是为了验资来证明你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展示你对品牌的投入和忠诚度。爱马仕也是一样，他们的铂金和凯利包为什么那么稀有？那官方的说法呢是产能有限。首先呢，培养一个工匠呢，光培训就要花好几年，工匠的数量决定了供应量。还有呢，就是原料稀缺，随着环保、动保这些主张逐渐深入人心，稀有皮呢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啊，懂的都懂，人的问题、时间的问题，这都不是问题，只有钱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主动控量才是稀缺的关键，只有大家都买不到经典款的包，才能保值甚至升值。和法拉利一样，爱马仕呢也有苛刻的购买门槛，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配货。你得先在店里买别的东西，建立信誉，让销售觉得你值得信赖，才会内购给你包。那饥饿营销加高准入门槛这套组合拳，爱马仕可以说是玩出了教科书级的效果。首先呢，供不应求的热销假象是有了，店里常年没有现货，全靠配货等通知。第二呢，高溢价也实现了，那等不及的客户呢，只能去二手市场高价收购。那二手市场都翻倍了，官方的新包涨个价也是无可厚非，对吧？经过这样一番操作呢，客户的忠诚度也提高了，因为前期的投入大，已经绑在这艘船上了，沉没成本太高，大家就只能不断的追加投入。在市场反馈方面，爱马仕近年来的财报也是相当的亮眼，即使全球的奢侈品市场在疫情后有所起伏，他们的销售和利润却屡创新高。2023年，爱马仕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0%，业绩是逆势上扬，部分原因正是配额限制制造的强劲需求。这也是所有顶奢品牌的营销理念：限量供应，确保品牌保持梦幻感；提高门槛，则筛选出愿意长期投入的忠实客户群。说实话，就每年那几辆车、几个包，就算单价再高，整体的收入也高不起来。但是人家的生意呢，表面看是卖车卖包的，实际上是靠稀缺来赢得忠诚，而且是全球高净值人群的长期忠诚。而忠诚呢，才能带来品牌的长期高附加值。而能玩得起这一套的呢，也是这些品牌几十上百年来精心维护自己品牌形象的一个结果。换一个新兴品牌，你也去搞配货，那可没人理你。
如果说奢侈品的饥饿游戏离我们有点遥远，那么接下来这种限量供应加限时抢购的组合拳，则是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的营销套路。那典型的代表呢，比如说每年的电商大促、科技产品的新品发布、演出票务等等。我们今天呢，重点来讲讲这里面的典型代表小米。不要跟雷军比营销，这才我们比过他。小米呢，可以说是在科技产品当中把饥饿营销玩出花的鼻祖，甚至也是让饥饿营销这个概念进入大众视野的推动者。2011年，小米手机横空出世，当时呢，他们名不见经传，没有线下门店，没有经销商渠道网络，没有大规模的广告，靠的就是互联网饥饿营销。他们采取的是预约抢购的模式，先提前呢在网上发布新品消息，号称高配置低价格，用性价比和各种跑分来引爆科技圈的话题，然后呢宣布一个开卖的时间，每批只放出几万台供抢购，结果每次开卖都是秒罄，官方微博上不停的更新多少秒售罄，本轮售完，请等待下轮这样的消息。这种供不应求的盛况，话题性十足，让媒体呢争相报道小米手机是多么的抢手，形成了进一步的传播。一时间，小米手机一机难求，成为了大众的共识。那小米手机早期几款产品多次创造了开售几分钟内销售几十万台的记录，在2014年第3季度，小米手机的销量一度冲到全球第3。当时的很多行业分析都将小米的快速增长和突出的业绩表现归功于它成功的饥饿营销策略。那当时还在上大学的本人为营销管理课写的课程论文分析的就是小米的饥饿营销策略。不过呢，小米的饥饿营销也是饱受争议的。一方面，它确实在品牌创立初期帮小米迅速打响知名度，聚拢粉丝，让有限的市场预算发挥了巨大的效用。那另一方面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的新鲜感减弱，一些人开始反感这种耍猴式的抢购。有段时间呢，舆论批评小米是故意玩库存紧张来制造话题，损害用户体验。雷总还公开澄清过，否认自己是饥饿营销，说是产能跟不上才卖完了就没了。但是无论如何，小米这一套在品牌诞生初期是非常奏效的。只是过去几年，手机从增量市场进入存量市场，竞争对手货源充足，价格也都差不多，这招就没那么管用了。不过呢，小米不愧是小米，当年万众抢手机的饥饿营销策略被他们原封不动地用到了抢汽车上。前期媒体造势，雷总亲民营销，发布会现场公布低于消费者预期的价格，自封性价比之王。发布会后，官方微博滚动更新下定数据，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是不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我严重怀疑他们的营销团队是拿着当年卖手机的策划案直接用的。当然了，在营销领域，套路老从来不是问题，有效就行了。限量加限时，制造轰动效应，带来短期销量飙升，这一招对小米来说也算是驾轻就熟了。不过呢，它也有明显的局限，那就是用了多了，用户就容易审美疲劳。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每年的电商购物节，当年淘宝双11刚出来时，多少人架好购物车，定好闹钟，抱着手机准时抢购，淘宝的服务器一晚上不知道崩了多少回。可是后来双12、618轮番上阵，大促呢越来越频繁，优惠套路越来越复杂，而力度呢却越来越小，消费者也就不吃那一套了。这个时候，消费者需要新鲜的刺激，而盲盒经济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这是一种新兴的饥饿营销变体，它靠的是限量供应加随机奖励。它的特点呢是不直接告诉你东西有多少，而是通过概率和不确定性让你感觉到稀缺。那代表呢就是泡泡玛特引领的盲盒热。盲盒的卖点在于拆出惊喜，每个系列呢通常有12个常规款加一个隐藏款，那隐藏款是随机掉落，可能你买了一整箱也未必能抽中隐藏款，但是呢越难中大家就越想要，这和赌博的心理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推出新系列，营造社区氛围，把盲盒炒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公司业绩呢也是一路狂飙，2024年销售额同比增长108%，最厉害的是复购率高达68%，那这个数字放在所有的消费品当中都是令人艳羡的。也就是说，大量的用户他不光是普通的消费者，更是不断回购的 IP 粉丝。那从营销角度来看，泡泡玛特的饥饿在于2点，第一个呢是隐藏款极其稀缺，热门系列隐藏款中签率被控制在1:144。第二呢是限量款的频繁推出，那很多 IP 联名款呢只在线上抽选发售，错过就没有了。那这样双管齐下，硬是把一个小玩具卖出了黄金价，甚至催生了2级市场交易。不过呢，盛宴背后也有隐忧啊，比如说盲盒让人上瘾的这种赌博机制，就曾被人民日报等官媒公开批评。监管部门呢，在2023年也出台了法规，禁止向8岁以下的儿童销售盲盒，对盲盒概率和售后也都提出了规范要求。那另一方面呢，我个人是认为盲盒消费者的新鲜感，它总有一天会下降的。当盲盒从小众潮流变成了大众商品时，那它的饥饿感也就没有最初那么强烈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泡泡玛特现在呢，也是在追求转型，比如说开主题乐园呀，推出潮流的玩法呀，试图讲
新的故事来留住消费者。以盲盒为代表的随机奖励式的饥饿营销，它充分说明了人性的贪念和侥幸心理有多么的强大。通过概率稀缺来吊胃口，短期内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和用户粘性，但是长期来看呢，其可持续性取决于监管环境和消费者的心智成熟度。当消费者醒悟过来，或者说政策出手了，那这种营销红利可能也会迅速的退却。那通过以上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饥饿营销在不同领域都有应用，也都很奏效。那么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饥饿营销到底是不是一张万能牌呢？是不是所有品牌都可以靠饥饿营销来冲一波销量呢？我想通过前面这几个例子呢，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不管是提高门槛、限时抢购，还是随机奖励，这些饥饿营销方法的使用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和适用度。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饥饿营销才有可能奏效。那具体呢，我把它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呢，是产品本身要有吸引力或者是独特性。饥饿营销说到底是锦上添花，而不是无中生有。也就是说，产品本身得过硬，或者是有噱头，才能撑起整个营销效果。如果一个产品的品质平平，竞争者也一大堆，你再怎么饥饿，消费者也可能去选择他人。像法拉利、爱马仕他们的成功就在于品牌力强，产品优秀，饥饿营销只是放大了它的价值。再来看小米呢，早期能奏效也是因为它的性价比高，有卖点。如果是换做一台平用的手机，就算搞抢购，消费者抢过一次，发现不咋地，下次也就不会再来了。所以呢，产品和品牌的号召力是饥饿营销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饥饿营销就是空中阁楼。第二个条件呢，是市场环境要相对宽松且需求旺盛。简单来说，就是竞争不能太激烈。如果市场上替代品很多，你一限量，消费者立马跑去买别家的，那不是白忙活了吗？饥饿营销最适用的场景是卖方市场或者差异化明显的产品，比如茅台这种有天然产能限制，而且别家复制不了的，它就可以饥饿，因为粉丝不会转买别的酒，又或者即使买了别的酒，也还是觉得差点酱香，对茅台的需求并没有消减。反之呢，如果竞争对手多且产能充足，那这招就不好使了。比如说智能手机市场后来群雄并起，小米再搞缺货，用户就跑去买荣耀 OV 了。新进入者呢也会伺机而入，瓜分市场。所以采用饥饿营销前，一定要评估清楚自己有没有独特的优势，市场竞争的格局怎么样，不然很有可能是客户没饿着，把自己先饿死了。那第三个条件呢是营销宣传和预热一定要到位。饥饿营销并不是简单的把供给砍掉就完事儿了，前期的宣传造势才是最关键的。要让消费者产生饥饿感，你首先呢得让他馋你的产品，是吧？所以在产品上市之前，就得通过各种媒体宣传、KOL 种草、预告造势，把消费者的期待值拉满。这就像是宴席之前呢，先闻到菜香，肚子更饿了，自然是吃嘛嘛香。那爱马仕呢，每年都会放出新品走秀图来吊人胃口。小米当年擅长在微博论坛上制造话题。苹果每次发布新品呢，也会在科技圈先提前炒热新品长啥样等等猜测。当胃口吊足，再突然少量开卖，才能引起疯抢。如果前期都没人关注，突然说限量开卖，可能根本没有人搭理你。所以呢，饥饿营销还是离不开精心的市场传播，让目标客户群体充分的 aware 并且 anticipate。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小品牌学小米搞抢购却没有成功，因为人家根本没有把这个期待值养起来，就瞎限量，效果可想而知。第四点呢是用户体验和品牌信任要兼顾。饥饿营销是一招险棋，用得好了叫饥饿营销，用不好就成了饥饿伤害。比如泡泡玛特抢购虽然火爆，但是黄牛猖獗，真粉丝反而买不到，久而久之呢，就容易伤害用户的感情。还有一些商家饥饿过头，迟迟不交货，或者产品品质掉链子，也会引起消费者强烈的不满。欺骗感是致命的，一旦消费者感觉自己被套路了，比如说发现货其实是有的，饥饿只是手段，或者等半天拿到手，发现产品根本不值得那个期待，很有可能掉头走人，甚至反过来攻击品牌。饥饿营销最忌讳的就是过度和不诚实。一个明显的例子呢，就是雇人排队这类人造的火爆。曾经有不少网红店开业的时候找托儿排队，被媒体曝光之后，公众感觉被愚弄了，对品牌的信任度呢也是大打折扣，很快就门可罗雀。所以饥饿营销一定要掌握度，既要制造一些紧张感，但又不能让消费者彻底失望，或者产生被欺骗的愤怒。一些品牌会采用限量但不夸张的策略，比如说限量发售，但是呢会标明以后可能补货，让消费者呢既有紧迫感，但又不至于绝望。总之呢，一定要兼顾用户体验。如果大量消费者因为买不到而迁怒品牌，或者买了之后觉得被骗，那这张牌就算是砸了。第五个呢，还要注意关注长期影响。饥饿营销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短期效果，但它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作为企业，咱们必须得考虑长期的品牌资产。在消费者心智当中，靠谱的品牌应该是供货稳定、诚实可信的。如果总是饥饿营销，会不会让人觉得这个品牌太鸡贼不踏实呢？一些曾经靠饥饿营销出名的品牌，后来在高端化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早期留下的印象是需要修复的。比如小米就是一个例子，它过去这些年努力撕掉低价的标签，花钱铺线下体验店，保证现货供应，就是为了树立一个更稳健的品牌形象。
同样呢，奢侈品圈也有讨论，认为过度限量会不会让忠实的客户反感，转而投到别的品牌。因此呢，企业在搞饥饿营销的时候一定要有度，不要把消费者当傻子，无限的戏耍。尤其是深造噱头、制造假稀缺这种做法，一次两次可以，次数多了，消费者总会看透的。总结一下呢，饥饿营销绝对称得上是营销领域的一张王牌，利用人性的稀缺心理和从众心理，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惊人的市场反应。不管是爱马仕几十年如一日的吊着消费者的胃口，还是小米靠一次次抢购造势快速崛起，又或是泡泡玛特用概率游戏让年轻人买到停不下来，这些成功案例都证明了饥饿营销的威力。只要用得其所，它可以让品牌获得超出产品本身的价值提升。但它的成功呢，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好产品加弱竞争加强宣传加控风险才能发挥奇效。反之呢，如果滥用饥饿营销，不顾客观条件强行制造稀缺，就容易翻车。那些把饥饿营销玩出名堂的品牌，往往也是在平衡上下足了功夫，既要让消费者感受到紧张刺激，又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甜头，让大家不至于真的饿着肚子离席。就像我们开头举的例子，很多人嘴上骂着套路深，结果呢闹钟一响还是要爬起来抢货，骂归骂，该买还是得买，这也正是饥饿营销的精妙之处。好了，今天关于饥饿营销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一聊，你有没有被饥饿营销套路过？你又是如何看待商家的饥饿营销策略的呢？我是营销人 Alice， 为你解析有趣的商业现象和营销知识。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